公司团建来泡温泉，我们正泡着呢，他搁水里排气，咕噜咕噜窜上来好几个大水泡，给我们吓得赶紧给他撵出去了。你怎么在温泉里放屁呢？那我肚子不舒服呀，那水里还暖洋洋的，我寻思水底下能消音，你偷偷放俩应该没人听见，没想到他冒上来显形了。那我们泡温泉那么安静，就他那会儿咕噜咕噜的全是气泡音，谁发现不了啊？那大水泡周围花瓣都让他冲散了。你这么做确实不对。那他也没好哪儿去啊！你知道是我放的，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了呗，你非得把我揪出来，那这么多陌生人看着呢，我不要面子吗？那他要面子我们不要吗？人家客户都投诉了，那广播站都拿大喇叭喊了，长毛请注意，请不要在水池里放屁，那不给他撵出去我们多丢脸呢，给我们整的心态还恶心呢。我当时正准备潜泳呢，一个猛的扎进去，好几个大水泡打我嘴里了。好好的温泉水让他整成气泡水了，我现在嘴里还有味儿。那谁还没有个特殊的时候啊？他咋管那么宽呢？我放个屁还得看他们脸色呀！我不管，我爱在哪儿放在哪儿放。刚刚是不是你在水池子里放屁了？啊？咋的？我觉得这是素质问题。我素质方面一向比较弱。他这不弱智吗？这么做确实有点污染水质。那不光这样，他那头啊又油又有头屑，往水里一扎，那头皮屑全飘起来了，跟皮肤碎片似的。同事们都不敢下水了。你瞎说，现在洗干净了。不是干净了，那放屁的事咋算呢？我现在还干呕呢。原谅我呗。原谅不了。那大不了我让你还回来。唱歌你担忧挺足啊。咋的了？呛着了。他开车送我们来山上陪客户考察，让他搁车上等着。结果我们下山的时候，他把车开走了，自己开着大巴车回公司了，把全公司同事都扔这儿了。那我到点下班了，他们说我见客户影响公司形象，让我在车上等着。那我以为没我事了，我就先回了，忘了他们还得回来了。那咋的？我们不回去了？那我们也不知道是单程车呀。再说哪有当司机管送不管接的？他刚出发的时候没给他打电话叫住他吗？打了，他说车上太吵听不清，回公司再说。那大巴车确实太吵了，没听清他们说啥。那我还纳闷呢，我说怎么一下车那100多个未接电话呢？那他是聋了还是瞎呀？他听不见还看不见吗？那后面一大车厢都没有人。那你们就没喊他吗？喊了，越喊开得越快，那轱辘都转冒烟了，把那3地都刨出那个坑，开得老着急了，就怕我们撵上他。同事们喊你，你没听见吗？那山里野狗多，我还以为狗叫呢，我也害怕那油门踩急了。你再说他们光在那儿喊，也不说干啥，我能赖我吗？那我们10几号人追上大巴车跑了3里多地，吃了一堆土。这天本来就热，很多同事们都中暑了。反正你告诉他赶紧来接我们，他要不来，他将会失去我们这些同事。打卡成功。那我到点下班了，再去接他们来回好几十公里，那我不又得加班了吗？你不行，让他们对付对付，明天再去拉他们呗。你反正再说他们也带吃的了。吃的在哪儿？哎，拉车上了。同事们现在热的状态挺不好的，你还是去接一下吧。行。哎呀，我感冒了。蚊子也太多了。你们是真能折腾人呀！我来接你们了。我打车来，人家送半山腰不送了，我是自己爬上来的。你没开车来呀？啊，那你没开车来，你用什么接？你也没说开车来。公司怎么就你一个人了？他们都住院了。最近流感嘛，很多同事都感冒了，他非要给我们送感冒药，吃完全公司都住院了。本来大家就是脑袋疼，吃完他的药，除了脑袋疼，剩下脑袋疼。那医院检查报告都说我们集体服毒了。你怎么没事？啊，我留了个心眼，我没吃。那是药3分毒嘛？那吃药有副作用不很正常吗？他们就是身体素质不行，那就不赖我。方便问一下，什么药有这么大副作用吗？就过期的感冒药。你这不毒药吗？那是毒3分药啊，他们是病毒性感冒，就得以毒攻毒。那感冒药好像嘛上个世纪生产的，那药盒都停产了，他抠门舍不得撇，全给我们吃了。同志们吃完又恶心又吐的，他还说副作用不用怕，挺就过去了，最后全挺医院去了吗？这么不靠谱的同事给的药不能乱吃。我们知道啊，都没敢吃，都谢绝了。那怎么还吃住院了？我撒他们公司下午茶里了，我以为他们就是跟我客气呢，就交给一下撒他们奶茶里了。这件事对你影响确实挺大啊！现在整个公司工作都停了，办公室就剩我自己了。反正你告诉他，这同事们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肯定不能放过他。那反正不关我的事儿，他们就是矫情，你挺挺就过去了呗。那不治病不都这样吗？那你吃了吗？没吃，我挺不住。作为老板，你怎么看？小涛关心同事的出发点是好的，但是公司团灭导致的损失也必须要赔偿，为了让他长点记性。常问你该，有呀，老板。常问你别。公司现在不加班得收费，我们已经连续工作好几天没休息了。现在同事们下班都不敢走，都得留公司加班。之前同事不愿意加班，我向老板提出了加班收费的建议。加班还要收费？就是不加班的同事给加班的同事付加班费，那人家加班帮您把工作干了，你不得付给人家劳务费吗？那多劳多得嘛，非常公平。我们都好几天没睡觉了，就怕工作时长拉不完得赔钱，逼得我们现在下班谁都不敢走。昨晚有个同事生病住院了，就怕落下加班时长嘛，把他爸叫过来顶的班。这大叔都退休了，这么夸张？
我上个星期有天晚上没加班，全公司的加班费都从我工资里扣，我1个月白干了。你这么做确实太过分了。但效果还是很明显的呀。那现在同事们特别能加班，下班效率比上班都高。我准备在公司门口贴一条标语：下班才是真正的上班，就给大家鼓励打气。就没试过大家不加班，不就不用内卷了？试过呀，那天同事们一起商量好了，准点下班嘛。他一看我们全走了，直接干了一个通宵。那一天晚上我们全公司都得赔他加班费，赔惨了。闯哥，你这是感冒了啊？这天越来越冷了，加班加的身体都不行。不休息，身体受得了吗？那你不得劳逸结合吗？我现在白天困了就睡，白天赚不了几个钱，还不如休息，等晚上再赚大家的加班费。我现在每个月最大的收入来源就是同事给的加班费。这样是不是太卑鄙了？赚钱嘛，不寒碜。我准备建议让老板也加班，一起赚大家的加班费。我要睡了，你下午再来。他这么跟你说的？作为老板，你怎么看？小涛是一条非常忠诚的员工，时刻关心着公司的未来，我非常欣赏他。老板，我睡觉一睁眼，同事把我围起来了，好像要揍我，我该咋办呀？没事啊，涛，你挨打的时长我给你算进加班时长里啊。我上班累了，就想去厕所歇一会儿，结果同事们不乐意了。他打完卡不先去工位，直接往厕所跑，一待就是一上午，跟养生似的，啥活都不干。那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啊，我天生就是卸货慢，我有啥办法？再说了，干拉都没意思。我通常都是玩着手机蹲坑，所以时间久了一点，那他们太小心眼了。那哪是久一点啊？从早上拉到下午没见他出来过，别说蹲坑了，就算长了算一遍也用不了那么长时间。他不嫌累吗？那再累能有工作累吗？他们坐着那也是牛马，我就算蹲着也是自由的。可是这里味道不好啊。哪不好了？这是自由的味道。他自由了，啥也不用操心了，工作全让我们干了。你看我这加班加的头发大把大把的掉，他在厕所养生养的头发都那么密，上厕所把良心拉出去了。我也没有不操心呀，那而且做人要灵活。你让他出来吃饭吧，到饭点去。不用出去啊，那点个外卖就地解决就行，进出同步还省时间。3号空的外卖啊，给我。你能吃下去吗？能啊，特意点的臭豆腐冲味儿。他要这样我们也不干了，我们也是蹲坑摸鱼。他们来行，但是别抢我的坑，我护食。看没有上厕所？你就我的，我上厕所。这拉我身上了。说好了，同事们一起去见客户，结果这小子背着我们提前1天自己去了，把客户截胡了。那职场就是这样啊，你先下手为强，后下手遭殃，要把自己当成一只恶狗，客户就是肥肉，闻见味儿了就得往上扑。我听说过狼道，也没听说过有狗道啊。你们为什么不早去呢？我们在那研究方案呢，我不寻思这样更有把握一点吗？没想到让他给把握住了。他还好意思说呢？那客户看了方案，把我一顿骂，就直接谈崩了。我们方案没问题啊，是他自己非要管客户要高价，行情5万的价，他直接给开10万。那客户跟小涛说：“你是不是来消遣杀价？”差点都快动手了。我故意的，这叫欲擒故纵，都兵法，他们不懂。你等着吧，这客户肯定还来找我。你看，客户打回来了。你把李爽的联系方式给我，我跟他聊聊。我是找你的，你拿着方案再去呗。你是狗吧？啊，方案让你霍霍了，我们再做一个。这马上5·1了，大家都不在一个地方，需要的资料又多，你这传个文件，文件大了那咋传呀？那传个图片还容易被压缩模糊，咋做呀？有问题就解决问题啊！分工也没我呀，我干啥？你干啥？你干着急呗。你等着。哎呦我操！你不怕小涛又把客户搅黄吗？不怕，我相信客户的眼光。张总，你管管你家狗啊，又来烦我了。